嗨，欢迎来到黑皮好思。黑皮好思的朋友们，大家好啊！又再次的光临了，谢谢大家。那今天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个月，什么样的一个高光时刻即将降临你哦？这可能是挑战，有可能是某些潜力，我们让宇宙来告诉我们。首先，我们来选牌组，这里有3副牌。不约而同的，我刚好都抽到跟火光有关的，我们不是刻意的，可是宇宙就给我这样的能量，所以这必须是高光时刻。那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自己有感应、有感觉。这是第一张牌，火炬，非常漂亮的火炬。第二张，火山爆发。第3张。很可爱的烛光，优美哦。大家可以凭感觉哦，去选你有感应的牌，画面、文字都可以。你可以选择1组或2组，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决定哦。然后再到各组去截取里面你有感应的内容。选择好的话，我们就分组见哦。嗨，欢迎来到我们第1组选的这一个火炬火把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好！你们这个火把非常的有行动力跟能力哦，能量。这在表现的是什么？勇气跟挑战，然后最后一个突破性的思考，有没有？火把象征的是力量。这有一个终点，看到终点的感觉。我觉得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未来的这个高光时刻，跟某些东西的突然的发光、突然的照亮你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这是非常具有一个能量的感觉。这是我们第1张主牌所呈现的感受。你们的神谕卡还有什么东西想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后续我们一起看。你们当初抽牌的时候就抽到2张牌，其实你们是有2张主牌，这是第2张。除了火炬之外，出现的这一张是沙漏。这2个一起排在一列的，你就很明显看到这样的一个勇气或挑战的呈现，是呈现希望感的，它是慢慢可以达成的。沙漏总有漏完的一天，但是没有办法快，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口就这么大，它没有办法一次处理很多事情。就像你现在要处理的这个事情，未来你会慢慢看到一丝一点的进度，没有很快，但是你看得到它在流动，有这样的感觉。这也有一个所谓的合约精神、契约精神的慢慢达成、慢慢执行。记忆，过去的记忆或过去的某些形态，也是在慢慢在你们现在的体验当中，所以你们在体验很多事情，在你的最后的曙光，这个火把、火炬出来之前，这个过程是悠游漫长的。你甚至有点好像已经等很久，不管你们现在在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答案，我觉得答案都即将呈现好的结果。你看这沙漏其实快漏完了，上面比较少，下面比较多，是不是？快结束了。所以未来的高光时刻就是呈现在某个东西、某个真相、某个成果的展现，能量非常大。再来继续看这2张牌，这2张牌一张是床，一张是彩虹，这2个其实都非常的好的牌。怎么说？床啊，你看这个床非常豪华、非常舒适、非常贵的样子，感觉就是某种宫廷里面的床。梦想成真，而且是一个舒适感、休息。刚才不是说你的成果即将得到一个结束，即将到达终点吗？即将看到那个最后的火光吗？你当然就可以休息了。而且这种洁白是纯粹的，是充满希望的，是无忧无虑的。你甚至可以是把它当作梦想时刻。所以梦想时刻的达成，这个几乎是一段话，从这边连到这边的话，那这可能是一个你身心灵的修养时刻。你可以恣意的去妄想、畅想，
去把它当做你的一个美梦成真的一个阶段。床啊，在这边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休息梦想之外，还有的就是性的愉悦，感情上可以看到曙光，而且其实你们还蛮纯真的，虽然跟床连在一起，床的纯真即便有情欲上或者是说感官上的刺激，但是朝向还是比较纯洁的方向，虽然很难，但是其实有这种感觉，不是那种太怎么说？太不入眼的，不上台面的，我觉得不是属于这样。我觉得更属于的是顺其自然的达成。这个床有这个感觉，你们看你们现在能量，而且是天蝎座的能量6号也是和谐的能量，非常好。这张牌在你们这个火炬跟这个沙漏底下，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象征。后面的象征直接告诉你 yes。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吗？你们即将达到某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会看到彩虹。彩虹是怎么出现的？彩虹都是雨过天晴嘛，才会出现彩虹。所以是不是要经历一番辛苦跟毅力的时光，然后你才有办法去看到这个彩虹？而这个彩虹，你看这个女孩子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张开的双臂悠闲自在，跟这个床也很像，没有压力的。所以这个最后的成果是来自于你，当然是认真去执行，认真的去等待，靠你的毅力去达成，然后接收这个 yes。这边下面这句话也不错，他说你现在的状况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在轨道上，彩虹的轨道上，七彩的，但是你要去执行。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你们的前半段这个阶段就是你们的执行。后面这2张牌，神谕卡，这个是兔子的精灵，那这兔子好可爱，你是有看到有翅膀，耳朵还发光，聆听哦，聆听，然后去享受，然后梦想是不是就会飞起来，翅膀就飞起来。那这边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一个 lucky time， 幸运的时间。充满幸运，跟这个彩虹拼在一起是有没有这么好？非常好，画面非常的赏心悦目，很好啊。最后一张是法院哦。如果你在等待一个 paper， 尤其是官方的，这个信件会来临，而且这通常是正面的宣判。例如你求职会得到一个求职信，这个录取信。你在申请什么文件，申请什么学校，还是申请什么官方的资料，马上就要下来了。或者说你真的就是在打官司，或者是说真的有什么纠缠，在法律上，尤其是这个会得到公平的判决，得到曙光 yes， 机会非常大。所以你们的未来的高光时刻，这个能量在这里。不同的能量就是不同的族群的呈现，宇宙是一起告诉大家，所以你去截取你有感应、你有共鸣的部分。然后我们来看看后面塔罗还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高光时刻是关于更细节的什么东西，我们看看我们的塔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透露给我们知道，让我们有一点点心理准备，看看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做，对不对？我们先看看这个内容高光还有关于什么，怎么样的历程啊、进程、发展可以让我们知道。来，就来告诉我们第一组，直接就翻开了，不要，很快，再来一张。这个第一组的高光时刻，哇，这太多了，这张是可以的。再来2张。高光时刻，很好。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出现2张，那就2张啊。一般我们大家都说我就是会看。好，底牌是什么？底牌是圣杯的4号牌，这是一个贯穿着全部1号一列牌的一个精神。圣杯4号的逆位。
圣杯4号的正位原来就代表的是，你看这个蟹哦，在壳里面哦，它也不进也不出，就好像待在它自己的壳外面，安静在想一些事情。在原始的塔罗里面，它显示的是有一个神来之手递出一个圣杯，但是那个在树下休息的人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不代表你没有圣杯，对不对？就表示他有点忽略身边所已经得到的东西，但是你们已经是逆位了，表示你即将会看到，或者说你已经慢慢意识到你身边的这个机会，甚至是一个特殊的它可能是一个情感，也可能是一个事件，你慢慢的察觉到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现在底牌所要呈现的这个精神。我们来看看这样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历程，来看看你的高光时刻是关于什么。这边出现的2张前面的牌非常有趣，甚至第3张牌，你们出现了什么状态？这3张都是我们塔罗78张里面的，就这3张等待、安静、不动作的牌。这3张在一起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就是我突然可以理解这张床的存在。虽然前面说这个东西是可能是梦想的呈现，可能是你的休息时刻，可是你们的这个休息时刻也有点待太久，你们好像已经把你的这种梦想变成有点在幻想，真的是幻想，是白日梦。可以看到这个是吊人牌，倒吊人吊在树上，这个蛹等待成为蝴蝶，但是还没有成为蝴蝶，等待幻化。这种倒吊人更多的是自我的内省、自我的省思、自我的学习，都在自己的一个框架里面，并没有去接受太多外在的东西。而第2张直接就是一个宝剑4号牌，宝剑4号是完全的休息，身心灵的休息，而且这个是自己想要去做的。你可能真的疲累了，或者是说你曾经的梦想，你一直想要去达到都没有一个结果，或者是想要的一个关系，你都没有呈现你想要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你累了。4号牌更多的是真的累的，是实质上物理性质上的累，不只是心灵上。而这一张隐士牌，隐士牌更多的就是我自己把自己就直接隐蔽起来了，我要休息了，那我就不动作了，一样不行动，甚至不思考。隐士很多就是在自己的一个框框里面，跟倒吊人不一样的是，倒吊人还有一点被迫的感觉。那隐士牌是自己决定，但是可喜可贺的是，这个3个停滞、堵塞的能量这张牌是逆位，我觉得这非常好的，这是第3张牌是逆位不是第4张牌的逆位，因为第3张牌是正义牌的逆位。所以你问为什么会开始做这样子的改变，开始不要在床上继续休息，或者说自己在自己的壳里面安全区里面去自己独自的想的时候，是由于某些正義的东西，某些行动力应该表现出来。你可以看到这只老鹰它抓的这只是一只鱼嘛，它是不是抓到？它是可以抓到这只鱼的。所以老鹰如果张开翅膀去行动，去应该说是灵敏跟精准的去看到猎物的时候，它是可以抓到。那这样的精准度你们现在逆位，所以这个逆位它还造成说，你现在开始发现说，这是有点失衡，这不对了，我不应该用现在的方法去想或去看待我现在的问题，或者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达到的东西。而这样的正义，你一直以来是以为外在对你的不公平，或者说别人给你的压力，或者是现在的条件就是不适合，你开始在怀疑这个想法，这正义即将要呈现正位，因为我们逆位的代表不呈现。你原来的那种觉得不公平，世界对我不好，人对我不友善，或者是说环境条件都没有支持我的这种感觉，你即将要反转了，就是因为你开始想透了，不，我不应该由别人来定义我，我应该自己定义自己。对，你已经想通这所谓的正义的平衡点在哪里。
所以你的这只熊啊，这是隐士牌才会逆位啊，你不在阳光下独自行走，你要走在阳光下，直接就要走在阳光下，走出你的壳，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动能的改变，所以你才会看到彩虹，是不是？所以这边虽然讲求的是这个关系的呈现，应该说你现在在乎的人事是在于某种反转，是因为你意念上的某种理解，你答案你已经知道啊，原来我的失衡是某一种我自己心理心态的需要调整。有没有需要调整？4个圣杯啊，我知道我有的东西其实在我身边，我已经看到我身边的那一个圣杯了，而不是只是看着那个3个岛的圣杯啊，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我还有一个啊，我还有一个，甚至你可以创造那一个，你已经慢慢发现这个，然后出现了8根权杖跟最后的一个权杖。金币的女王，哇，金币女王是非常好的一张牌，落实、确定、接地气，有没有？更脚踏实地去得到你自己的丰饶、自己的丰富，而这样子的行动会来自8根权杖，现在算是逆位，因为逆位代表没有那么快，但是已经想行动了，有没有？这个飞快的鸟在天空里，非常的快速、迅速，有答案的意思，已经在行动了。看鸟在天上满满的漫天飞舞，有没有？有一种你不要说慌张，我觉得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你即将会反转成正。你现在已经出来了，虽然是逆位，表示你还在酝酿，因为走出来需要一点时间嘛，休息久了需要一点，慢慢先做个暖身，对不对？我们才可以慢慢进行，慢慢进行之后，你就会得到你自己的丰富。你自己的滋润的生活，金币女王绝对是一个品质、生活品质，然后心情品质，整个人的内容的品质都极高的一张牌，女王牌哦。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历程里面哦，需要做的是一个反转。我觉得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反转，你已经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你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突破的。因为这个突破口，这种所谓的失衡地方，你看到了，你看到这个破口了，你拿出你的勇气跟你的挑战去突破你现在的一个盲点。对，盲点就是盲点，然后你就会在这2个不知道是被环境还是被自己所牵制住、隐蔽在一个环境里面一个舒适区的牌，慢慢的跳脱出来，而你的高光时刻就终于出现。这是你们现在未来这1个月你可以做的事情。不一定你们每个人的能量都在这里，毕竟大众能量但是一定有一部分你选的这个，你看中了这张牌，宇宙就是有东西想要告诉你，你获取你有感应的部分，去改造更好的自己，就是我们一贯的想法在抽牌得到这个样的一个资讯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创造你更好的不一样的自己。所以你们看到了吗？你们如果知道你自己的问题，你就会知道这牌想要告诉你什么，然后你最后会得到一个很高的认可，一个很高的答案，是来自于公认的、公正性的，有法院的，非常有强制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参考，告诉你答案，对，你得到了，你会得到你该有的，但是前提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困住自己。感情面也是一样，这边有看到某些感情的能量，也是有可能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底下没有办法跳脱出来，但是你即将会跳脱。这正义，我刚才说你会转正，你会让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隐蔽，或在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自我反省底下去出来，总要反省出一个结果嘛。你可以有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出来去促使你去达到我应该怎么做，你就会有行动力出来。然后这样的高光时刻，这样属于你的一个金币女王就会出来。这是我们第一组的能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截取你有感应适合的内容，去改造更好的自己。希望大家幸福快乐，喜欢的给我按赞，然后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嗨，欢迎选择第2组，我们这一张火山爆发的牌，这是讲真的是能量，还有一些期望、展望、潜力。
从那个山里冒出火光跟熔岩哦，熔浆这种东西，慢慢的流淌，有一种侵蚀性，有一种爆发力，有一种已经等待很久的感觉。这是我们第一张牌的想要表现出来。首先，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个你们已经抽出来的神谕卡，看看你们未来的这1个月的高光时刻是关于什么？是关于什么？这是一个焚书，焚书把一些东西不要的东西烧掉，这可能是一个契约，或者一些记忆，或者是一些证据。不知道为什么有证据的感觉，焚烧掉，有点毁坏哦，重新打造，重新去修炼，找到一个自由。对，有可能获得自由，因为我烧掉就有不要的东西，有获得自由。焚书有这种感觉，有点重生的，就觉得它有烧出一本新的，好像模糊的影子出来。对，有一种新的东西会出现。天秤座的能量是为了达到某种平衡去做的一种挑战，去摒弃一些过往的感觉、过往的经验、过往的记忆，证明嘛。书面的、文字的，有一些心理的东西需要得到平衡，我才去做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个能量是在于我想要去做改造，我才要去毁坏，不是乱意的毁坏，只是为了打掉。打掉是为了重练。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叫做星际星光。这是一个巨蟹座的能量，3号牌，像3号讲究的是合作的能量，合作啊，共同发起啊，共同创造，所以这有一个网络的能量在里面，也有一个支撑朋友啊，族群、社群媒体有没有网络？然后也有一个所谓的资讯的收集，或者是说讯息的传递，有这样的能量在里面，互相的交流。家庭，你们在家庭上有一个这样的能量的连接，或者是说跟一个感觉很相似的人，你就要感觉像家人一样的关系，也在做这样子的活络底下，某种重生要开始，某种爆发要开始，可以这样解释这样的能量。再来出现的是海豚哦，就是说啊，你所有现在感受到其实都是真实的，都是真的。这一组啊，我们第2组宝宝，你们有很多的能量是在感情上的、情感上的，因为第4张牌这个能量，这个海豚啊，有一种靠灵感去互动，雷达有没有感应的感觉，然后去感应。所以你们会感应到某些东西，其实应该是真实，尤其是这种网络，你看这星际这种网络没有什么边际感，你们甚至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这种连结性很高。这个感情的这个对象，因为最后出现了求爱嘛，所以你们这一组的很大的成分，未来的高光时刻，可能跟感情的爆发有关，而且是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你需要摒弃掉某些旧有的东西、旧有的条例、旧有的习惯规范，甚至某些你以为的方式，然后去达到新的联合，有没有？这种星光是不是很 AI 的感觉？很科幻的，很新颖的，很现代化的这种沟通，甚至是不能去用言语形容的。这男女2个之间的求爱，有这样的能量在里面。所以我来看看你们现在。再深进一步用塔罗来看看，你们现在能量是属于什么样？可以感觉到你们是成分就在于高光，关于你们的感情居多。不想看感情的，可以跳走，不要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向往浪漫的情感，好吧？当然这边是讲浪漫啊，但是讲的也有可能是人际的关系。我们人际关系有可能这样子的是一个进展。只是说刚好最后出现了一个男女求爱，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专案，或者是说一个项目的合作达成，是很有共鸣的，很有融合感的，对，也是可以这样解释。所以这种就是一个
我在讯息里面会去感觉我所感觉到，但是其实解释的部分，很多时候你们感受不同，你们听到的答案跟结果，其实每个人都不尽相同，所以才说一定要去感应你有感应的部分。OK， 我们再来继续看，排出的很快，出了2张，那就这2张。关于你们还有什么东西？这个高光时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知道？排出的很快，没有什么停顿点，超级好的圣杯10在最后。底牌是什么？底牌是恋人牌。虽然一直说不是恋人，然后你们不一定要看恋人，要看合伙关系也可以。恋人在这里，底牌，你们果然是跟爱有关，你们的高光时刻是跟爱有关。有人会来求爱，我认为这个海豚哦，这个海豚会来告诉你讯息哦，就是我爱你啊，我喜欢你啊，我们在一起好不好？有点这样的感觉。当然不一定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形容啊，只是我从这边可以看到很高的能量是关于爱。这2只可爱的小狐狸颜色也非常的美啊，粉粉的这种橘哦，这样一正一反啊，一正一反这种感觉跟那个巨蟹座是不是有点像？巨蟹座的能量，但是当然它不是一定代表巨蟹座，只是那个图形图案很像。来看看你们是怎样的历程啊？你们未来的高光时刻，高光的爱。第1张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国王牌，第2张出现的是金币4号。这个国王非常想要保有这样的一个情感，所以他想要去求爱。我觉得这种火山爆发的能量在国王的上面就很上头啦，很上头，国王很上头啊，他就是想要爆发，而且他爆发的能量是在于说，他想要摒弃某些你们过去的东西。你们可能有相处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个焚书啊，有想要重新打除以前你们的关系的感觉，抹除掉某些东西，用焚书坑儒，虽然后面是坑儒，但是不是要坑儒，我们一直说焚书有点要焚毁或者是毁掉某些记忆。我在想，是不是你们过去有某些不好的东西，或者说有些冲突，甚至某些误会，然后他觉得想要去抹除掉，我说概念很深，然后再重新产生连接，那重新再传递爱，然后国王就是这样，在这样子的情绪底下，国王都是代表的是控制力、方向感跟魅力。你们这一位国王啊，他其实是很有同理心的，而且是很有组织能力的哦。针对情感或感情的部分哦，这位阳性能量，它是发挥了极高度的技巧跟成熟度去看待这份关系。因为第2张牌直接就是金币4号，金币4号是一种稳固的概念、保有的概念、储蓄的概念、储蓄心情跟感情上的储蓄，可以这样子讲。这是一个非常充满情绪跟感激的国王哦，他想要保有他自己该有的部分。所谓的就是我应该得到的，我一定要保有，我不会让它丧失半分半毫。这也包含对你的感情，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一定要保存下来，因为一颗一颗这样，然后像啄木鸟，它感觉在把什么东西种子放进这个巢里面，储存的意思。希望我们的能量越来越强大，因为储存的概念是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嘛，对不对？存取，越来越广阔资讯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了，情感上的能量。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一样可以对应，因为它一样可以讲的是一个合作关系。恋人，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了，合作方2方的觉得很合拍，说什么都知道什么，讲什么方案，大家都可以很配合，大家都很有共识，可以执行得很好。这也是一个恋人牌的概念。如果在运用在不是浪漫的情感，是运用在你们的工作伙伴，或是职场上，或者说关系、朋友关系，都可以这样讲。
这个阳性能量也是要保有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样，是可以一样解释。中间这边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权杖10号的逆位。为什么说它关键？因为在中间呢，它就会是一个历程。权杖10号的逆位，10号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坚持的责任，想要落定的责任，想要去更确定这个关系。但是它是有压力的，但是压力很好的是说它已经逆位了，开始要反转了。我开始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变成一个甜蜜的负担。所以即便是说他已经看到某些，就是说阳性能量这一方可能看到某些需要去促进的地方，因为这边出现的这个所谓广阔的银河这种感觉，网络他会去收集很多资料，然后这样的辛苦的过程去做去执行的一个程序上，虽然很繁复很繁杂，但是其实不以为苦。这个能量更多是我想要展现我的责任，然后去尽量的发展我的圣杯王牌。这边虽然是逆位，但是它在海豚底下，海豚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切都是真的，所以他慢慢会去相信这份感情，包含你们都会去相信这份感情，去试着应该要去把它发展出来。因为圣杯王牌更多的是情感的灵性。情感的触发，我想要去发展我们的这种关系，这种成分更高。虽然是逆位，表示能量未呈现，就还在一个等待，可能在一个平衡自己的权利范围跟责任底下去做的适度的等待。等我确定好我们要怎么样去分担这样的责任，我可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之后，我才可以递出我的圣杯。这种概念很高，然后最后一旦递出来就是10个圣杯，所以这个是最高的圣杯能量，有没有？这是一家3口或一家4口鸟家庭这是一种情绪的满意、契合跟愉悦，很高的愉悦程度来自于你知道求爱可能会成功。这个人他如果想要跟你表达爱意，你应该会很欣然接受，看起来，而且你们会达到一个很合拍因为恋人直接就是你们的底牌主牌。所以我们第2组宝宝现在可以看到的高光时刻就是非常有爱的一段发展，而这段发展会铲除掉以前不好的关系、不好的感觉或不好的方式，甚至不好的条件之后重新连接。所以这也有看到的是，也有可能是某一些你们已经断联，或者是说曾经分手的前任可能回归，有可能他其实心里还有你们，而且要拿到主导权去主导这样子的一个感情的能量，然后去发展你们之间，最后走向恋人。那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情感关系里面，这个合作关系会非常的融合融洽，而且会摒弃掉一切不好的合作方法，可能企划案会重新修改，或者是说做一个一个什么计划的重新整理，甚至重新就打造一个新的计划，对，然后重新去进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最后会得到大家的满意度。一开始会有点挚爱难行，就是第一个踏出来的那一个情绪，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改这个方案都已经进行到一段时间，或这个关系已经进行到一段时间，我们适合做改变吗？这种情绪会有一个倒过来的时期，就是不太确认的事情。这个圣杯，我想要做，我又不太确定。没关系，这种迟疑会在决定后，就是确认自己在这个关系或这个目标里面，你觉得我想要达到什么程度？我已经确认我可以承担，我可以甚至承担风险，对，承担风险，这也在这个金币4里面。刚才不是说金币有保有，你可以承担的风险是什么？我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承担的条件，然后我就会去执行。一旦执行，其实是可以成功。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第2组宝宝的历程。这个火山爆发其实就是主牌想要告诉你们的，这个历程是可以被引爆的，但是要做一个焚书的动作，
焚烧某些东西，不好的东西，当然是指不好，好的当然不会焚烧，对不对？不好的条件、不好的关系、不好的记忆，甚至说你们可能曾经是一对朋友啊，但是那个人可能不想当朋友，也有这样的可能哦。高光时刻就是你们从朋友变成恋人，对，因为他想要改变，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剧本，而不是只是这样。我们不是只是这样，所以这我们第二组关系，不管是人还是你们现在相处的一个对象，都会朝向一个重新打掉重练，然后发展出一个更好的东西、更好的关系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第二组的能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哦，要截取你有感应的地方，去改造更好的自己哦。毕竟这是大众的能量，不是全部的人都在这里，一定要懂得去收取你有用的资讯，不要概括承受，然后全部都照着做。但是照着做也绝对不会坏，因为这个感觉就是你只要做一个剔除的动作，你绝对不会坏。很多人说我在显化，为什么显化不成功呢？或者说别人显化成功了？其实显化不是幻想，显化其实更多的是我有计划，我要显化一个东西的步骤，我有计划出来，我去执行。我开始显化，例如，好了，你要做一道菜好了，你道菜我想要吃一个这道菜，你现在要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之后啊，我要到哪里买？买好之后我要做怎么样的处理啊？我可以让人家来教我，还是说我自己去网络上去学？你是有步骤，你才有最后拿到那道菜。不是说啊，我就想要那道菜，我想要吃那道菜，那谁来给我？谁会给你？不会有人给你，宇宙也在等待你的下一步动作。但一旦你动起来，显化就会跟着动。那这个能量就是告诉我们第二组能量，你们是可以显化的很美好的，只要你们做到某一些厘清，一些什么东西你可以承担，然后什么东西可以摒弃，可以铲除的，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哦。好了，祝福大家，一样给我按赞哦，订阅，开启小铃铛，很久没有讲了。喜欢的给我留言哦，然后告诉大家你的想法，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 ？OK， 好，再次谢谢大家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Hello， 欢迎第三组选择我们这一个非常有灵性的蜡烛的这张牌哦。蜡烛照亮的希望跟光，还有未来，这就是这个牌想要呈现的。这个女孩子非常宁静，等待某种希望的来临，就是你的高光。这个高光，我觉得有淡淡的质感在里面。这个女孩也其实非常的安逸，其实没有什么急迫性。我觉得你们不再着急于某一个什么东西的来临，我现在看起来，但是你们在等待某一种实质上的好现象发生。烛光有一种祈祷，有一种期望的感觉，所以这个主牌可以看得到，在这个事件上，在这个高光时刻上，它不是一个非常爆冲或非常爆裂的一个状态，更多的是细水长流，慢慢的去呈现出一个光亮的感觉。我们再来看，我们后面已经抽出来，这是你们抽出来的卡，我们来看看你们高光未来的这一个高光时刻是关于什么。更多的再让我们知道一些。这边出现的这个纸币，这个硬币，就是好像有没有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会丢硬币5-5波50-50，不太确定这个东西会不会达成，跟这个期望希望有点像。它是一个命运的牵制哦，你更多的是相信说啊，现在都看命运怎么安排，并没有刻意的要主导什么。即便你现在要去做一个促进，你们也是选择在有点抉择当中，你不太确定哪一个方向 A 方案好还是 B 方案好。其实你们并没有底了，这在一个所谓的处女座的能量，有点小心翼翼，有点不太确定。2的概念，2也可以当做一个融合、和解、双方的协议、合作里面
交融里面，但是也有代表二元性，就是非啊，对还是错这种二元性面，所以二是一个比较在灰色地带，不太是也不太否，不太对也不太错的这种状态底下，所以你才要掷硬币嘛，因为这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无法想象，无法去推测，干脆丢硬币，就像我们那个拔那个花瓣一样，有没有？这个感觉是很像的。再来，你们另外一张牌是，这是写一封信哦。这边的意思是说啊，想要断绝掉某些关系，或者是说某些的人，某些的，这可以是职场上，不一定是恋人哦，或者是说浪漫的关系，可能是要做一个处理哦。我要写一封信来告诉你我的想法，当然你不一定是写信，这讲的是一种讯息的传递，一个思想的表达，而这个表达是否定的，通常是不想要去做维持现状的概念，是要去杜绝甚至暂停现在的某种状态，否决也有可能。这封信的意义是在这里，不是说为了写信给你，告诉你我怎么样怎么样啊，抱怨，不是，反而是要传递的是我想要结束的东西。所以你们可能在决定要不要做这个决定，因为在金币底下，但你们是期望是有好的一个结果，当然没有人希望是不好的结果。所以这个金币的投递，你们会不会投呢？待会用塔罗来看。邮差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声音，邮差，我们家的邮差先生来，代表要送递讯息，是不是跟这个信也很像？我觉得你们会去做，你们会去做这个决定，虽然你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决定，因为刚才邮差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讯息。你不管要去做一个怎样的一个阶段，或者说清理清扫一个关系也好，一个工作的内容也好，我觉得你们会考虑去做，成分非常的高，因为这边在于的是一个摩羯座的能量，摩羯是非常有毅力的，一旦你决定要做，决心去做，你就会去做，就是要不要做而已。但是我认为你们可能会去执行。这边出现的第4张牌是一个水牛啊，水牛精神，水牛也是一种长远耐力的感觉，水牛嘛，非常有勤奋啊，非常值得信赖啊，稳重的概念，也跟这个摩羯座的能量很像。他说啊，丰富的宇宙啊会 support 你，会供应你所要的东西，宇宙在帮你哦。你不管决定是什么，宇宙都会帮你做最好的安排。我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希望之光，我觉得更多的是说，你只要抱持的希望，抱持的宇宙会给你最好的决定的时候，你这个烛光啊，慢慢的闪烁，也是可以照亮很多事情的，起码照亮你自己啊，你可以看到方向，看到一个真相。这是宇宙想要说的，未来的高光时刻，你的高光时刻就是你明确的知道我要进行什么事情，而且我相信我的宇宙，我的能量会支持我达到我想要的一个成果。最终出现的是职业哦，所以你们这个议题有可能是跟职业有关，跟您的工作有关。她很认真的在工作，这个女孩哦，她在缝纫。这个光也是一个很柔和、很柔美的光，在支持这个女孩子做她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希望啊，很多来自我刚才不是说很平静嘛，很祥和的去等待。我现在在做这个工作，我很认真的去缝纫，然后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一步一步的该怎么去做。有点慢，因为缝纫没办法快，对不对？这个有点慢慢做，慢慢，这个能量在这样也很像这个所谓的处女座跟摩羯座的能量在这里面，非常脚踏实地啊，这个职业上的东西。所以你们的议题可能跟你们的职业有关，你可能现在某个抉择当中，你想换个工作，或者是说你想要提出什么观点，针对这个专案或这个合作的项目也好。
你们可能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但这样的一个高光会为你怎样呈现呢？我们来看看塔罗牌更深入的一个说明，关于你们下一个高光时刻。时间不会看太远，大概也就1到3个月。这个高光会关于什么？我们抽5张牌，我们一起看。关于我们第3组的伙伴的高光时刻是关于什么？太多了，3张以上我们就不看了，重新排。好，高光时刻是关于什么？这色调怎么那么像？3张都是紫色，再来2张。你们牌今天的牌能量都有点类似哦，虽然主题不同，但抽出来的塔罗牌非常的相近，所以你们有被其他组别去吸引到的，可以去看。你们底牌是什么？哇，底牌非常好，底牌出现的是一个权杖的国王牌。权杖国王，你们这一列啊的主要的精神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底牌上。权杖国王。执行力、目标、发展、控制，而且是以最有魅力的形态。我所谓魅力是说，它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形象哦。我可能可以用幽默，我可能可以用比较活泼，可以用比较大家都喜爱的方法去达到我要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国王，权杖国王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哦，可以充分的融合在大家之中，但是又朝他的目标前进。狼啊，狼他可能常常看到是独自行动，某些时候孤独的狼，但它其实是团体性的。有时候你看到一群狼，他们在行动的时候绝对是一群。狼的王者啊，他是在可能做决定的时候、做思考的时候，他会去单独的判断、单独的侦查。收集资料，但是一旦要去执行的时候，他是可以号召的，他是有号召力的。所以这个国王最后能够做到什么？我认为你们的职场上啊，最后你可以达到的是，你有办法操控，不要讲操控，控制这个结果的方向，而且是在你的非常有毅力的情形，就是水牛的精神、执行力跟毅力去奋斗而成。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权杖国王的展现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历程？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很明显的，牌再下来一点。这边第1张跟第2张牌，第1张牌是宝剑2，宝剑2的逆位，这完全符合你们的那个神谕卡。这边不是金币在应该说是在投掷金币，想要知道方法。这边出现了一个宝剑2，也是一个抉择，但是这个抉择会要开始清晰起来了。你开始要在那一种是左还是右，是还是否，对还是错，在这种双重性、二元性底下去做一个决定，已经在反转。你已经开始要决定你自己的一个方向，对这个事态，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跟能量的抉择，你们已经在决定。而这抉择在于这9根的9把剑底下所产生的困苦太久。我刚才不是说你们一直在期待中，这不是一个很难熬。我不是说它是一个破坏性的东西，例如说身体受伤啊，还是说很困苦啊，很艰辛啊，不是说这样子的外在条件，更多是内心的煎熬。那9把剑常常让你觉得晚上啊都还在想这件事情，都在思考这个东西，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或者一个事件，它其实困扰你一段时间，让你夜不成眠，就像这条蛇一样，响尾蛇嘛。对啊，它在夜里面，那似乎它也不能安静，那可能怕有人会来攻击它，在户外总是睡得不安宁，这种感觉，9把剑就在他头顶上，所以我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不安宁，
这样的干扰，我决定要好好去做出一番决定，有没有？2把剑之后，经过这种思考的磨难之后，四把剑的逆位，我决定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去休息。4是代表休息，身心灵的休息，而这个东西更多的是外在因素的迫使之下，或者是说你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就想说啊，算了，我就暂时先自己暂停一下，更多的是这种休息，我就自己先把自己隐蔽起来。但这种隐蔽已经是逆位了，表示你真的要起来了，写出这一个这个叫做断绝性。我要断绝某些东西，我要抒发一些我的想法，我要让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想，这种概念。然后是因为其实你有很多的一个愿望，刚才不是说希望的蜡烛嘛，其实你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希望，但是现在是希望说你在这样子的一个从安静或者是说一个自己的象牙塔里面要爬出来的时候，宇宙要告诉你的是，你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你其实有人在供应你，在协助你，你一定要相信。为什么？因为这边出现的圣杯的4号跟一个国王牌的逆位，你出现2张国王，这是权杖国王，这是直接就是大牌的国王牌，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议题啊，它是逆位的。你要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跟能量跟控制力去控制这样的方向，你一定要相信，像是逆位，那你自己就会不确定，犹疑。圣杯4是犹疑哦，你坐在一个树下没休息，一直想不出结果，你一定要站起来，让这个狮子正位站起来，你就可以展现你国王的能力。这边也在说明的是说，某些你们在职场上的一个可能这样子的阳性能量啊，它有点堵塞，它有点挚爱不浅，然后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做它的权力控制，然后导致你们可能在职场上或工作上的很多烦忧的事情，有可能是这个国王造成。而这个国王到最后会不会去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是会的，因为最后你们的主牌是一个权杖国王，要么就是会出现一个更高级的人，更高阶段的段位的人来协助处理这件事情，要么就是你自己就是这一个权杖国王，你直接就展现出你的魄力跟毅力，去认真的重新导正现在的一个某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在这样子的状态底下。总之，综合现在所有的一个牌面的显示，3号宝宝你们这边的一个能量的呈现就是，你会看到希望，这个希望是你一直存在的，而这个希望是来自于你必须要做一个突破，你这个烛光会变成更耀眼的烛光，你的高光时刻来自于你某一种觉醒。你要开始从困顿，或者说安静，或者说台面下开始要翻转起来，而不是说只是默默的自己在自己的区域里面，这样是没有办法进行任何事情。而且你必须要做一种决定，这个决定是可能有一点破坏性的，必须要决裂性的说明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判断跟自己的需求，去给对方知道。然后让这件事情去做更新的处理，而这个精神是在于说，你必须用你自己原来的能力跟力量，因为你就是一个水牛跟摩羯座的精神，但你很细心，所以你有办法把这样的东西处理好，但是你又不要过分的细心，过分的敏感，把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继续的保持。就说你因为敏感，你害怕风吹草动，你害怕有什么样的闪失，然后你就不敢去行动，这样是无助于这个现状的发展。这是我们这3号所要呈现的一个能量。但是一定要相信，就是这样的能量会帮助你，不管是你自己，或是后续会出现一个更高级的人，
的这个权杖国王来协助，都会出现，你的高光时光就会出来了。你们可以共同去协定，去改造你们的未来。他也会有这份心去做这样子的处境，这是你必须要相信的。然后你要等待这样子的，我认为是可以等待得到，因为主光绝对是有希望，主牌是这个主方，所以你可以等待。所以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步调，但是不要过度的盲目的概括承受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包袱都自己承担的话，没有必要。适度的割舍掉，厘清，对。厘清这个事是你的，这个是你该处理，或这个东西是你该去想，你要把自己的边界弄清楚，然后才去执行你自己分内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去做反转。而这个反转有可能是你这个阳性能量啊，可能某些牵制你的阳性能量，或者就是阳性能量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没办法自己反转自己的观念的时候，没关系。后续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更高级的人会出现，但这个高级的人，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你自己哦，你自己必须得先反转，你才有这个机会得到那个人的支持，得到那个更有权力、更有能力的人的支持，那而且是阳性能量这边，所以这边就是说你自己要有一个底气啊，应该说底气。然后你虽然你想要做，而不要害怕扭扭捏捏的。就去做，就去说出你的想法，做出你的方案的规划，然后去呈现上去。你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可行吗？或者说，我就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是这样，你是不是可以配合着我来做这样子的改善？在这个牌面看起来，这个是有可能达到接受性，就是对方有可能是接受你们的条件，然后因为在你们毅力的驱使之下，不要让这样子的困扰自始至终一直都在你们的睡觉的 list 里面，睡前一定要想一遍，何必那么辛苦？对，不要再去做这样子的犹豫，马上就是切的行动。这是我们第3组的能量，一样哦，要截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去改造更好自己。这就是我们的塔罗的这个能量解读的意义哦。去让自己过得更幸福、更美好。OK， 一样哦，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喜欢的给我按赞哦，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获取更多的讯息。那也可以留言在底下，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现在的感受。好，希望大家能够朝这样子的地方去做高光的时刻的显化。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